皮伯迪，一只看似普通却超级聪明的可卡犬，小时候安静乖巧，远不如那些活泼好动的小狗受欢迎。尽管如此，皮伯迪从不灰心，反而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，迅速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，智商简直突破天际。他不仅轻松拿下大学学位，还在能源科技、地理政治等领域取得了令人啧舌的成就，简直是一个全能型天才，连时尚都没放过。为了更好的教育收养的孩子舍曼，皮伯迪发明了一台超酷的时光机。借助这台时光机，舍曼能够穿越时空，亲身体验历史的奇妙故事。而皮伯迪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满满的爱，带着舍曼开启了一段又一段充满惊喜与冒险的旅程。这次，他们穿越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凡尔赛宫。当时法国老百姓穷得叮当响，可皇宫里还在举办奢华无比的晚宴。在这个奢华的晚宴上，玛丽王妃那句让他们吃蛋糕，引发了民众的愤怒，反抗的浪潮迅速蔓延。皮伯迪因为与愤怒的民众发生冲突，被推上了法式断头台。但面对危机，皮伯迪冷静应对，凭借超凡的智慧巧妙脱险，带着舍曼成功逃回现代。平静的日常没过多久，舍曼迎来了人生中的一场小冒险。上学，皮伯迪贴心地送给他一个狗哨，并深情地告诉他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两人都会在一起。然而学校的生活并没有那么顺利。在课堂上，老师讲起华盛顿小时候的故事，并提出了2个问题。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，舍曼毫不犹豫地回答了问题，还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同学佩妮的答案。佩妮心中顿时生了怨恨。午餐时间，佩妮找到了舍曼，嘲笑他吃的是狗食，还调侃他应该像小狗一样。他的话越来越过分，舍曼终于忍不住，急眼之下竟一口咬在了佩妮的胳膊上。这下可闯了大祸，校长立刻通知皮伯迪来学校，告诉他舍曼和佩妮打架的事情。更糟糕的是，儿童安全保护局的银汉鱼小姐也出现了。她对狗狗收养人类孩子一直持怀疑态度，完全不顾佩妮挑衅在先，执意要对皮伯迪家进行彻底调查，甚至威胁要解除收养关系。回到家后，舍曼将真相告诉了皮伯迪。皮伯迪感到深深的失落和无奈，看着墙上挂满的和舍曼一起探险的照片，他的思绪回到了往昔。No, Sherman, not Dada. You shall call me Mr. Peabody. Peababa? That's right, Mr. Peababa. 为了化解这场危机，皮伯迪决定亲自出马，邀请佩妮一家来家里做客，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希望能以此弥补舍曼和佩妮之间的矛盾。尽管舍曼并不情愿，但在皮伯迪的劝说下，他也只能勉强接受，努力化解与佩妮的冲突。皮伯迪则全力以赴地讨好佩妮的父母，希望他们能理解舍曼，不再追究。然而佩妮的父亲故意刁难皮伯迪，无论皮伯迪怎么演奏乐器，他都毫不动容。直到皮伯迪用心良苦地为他治好了腰痛，这才令佩妮的父亲感动不已。两人渐渐建立了起彼此的信任和友谊。舍曼这边正被小恶魔佩妮缠得烦不胜烦，本来想着劝他回去，没想到被他一句 Nope, a dog 的脑袋一热，决定用时光机带着佩妮出去兜风。没想到这一兜风直接闯入了古埃及，让一切变得无法收拾。没多久，舍曼惊慌失措地冲回来，告诉皮伯迪，佩妮跑到古埃及去了，他还和法老图坦卡蒙订婚了。皮伯迪既生气又无奈，赶紧用催眠术让佩妮的父母昏睡过去，带着舍曼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冒险，去拯救佩妮。在古埃及，佩妮已经完全沉浸在那个神秘又野蛮的世界，自封为哈特谢普苏特公主，铁了心要和年轻的图特国王结婚。皮伯迪和舍曼使出浑身解数，劝他放弃这场荒唐的婚姻，告诉他图特国王很年轻时就去世了，而国王和王后命运相连，最终都会变成木乃伊。这才稍微让佩妮回过神来，但为时已晚，他已经被人抓走。皮伯迪和舍曼也因此被关进了牢房。然而机智的皮伯迪凭借对古埃及诗词的记忆，带领舍曼巧妙逃脱埋藏的机关，却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更大的考验。2艘太阳船，生与死的选择，舍曼不慎选错了船，幸好皮伯迪眼疾手快，将他拉回，最终脱险。
就在图特国王与佩妮的婚礼即将举行时，皮波迪和舍曼灵机一动，装扮成威严的死神阿努比斯，成功迫使婚礼停止，并解救了佩妮。返回的路上，时光机因频繁穿越时空电量耗尽，唯一的选择就是停靠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。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老朋友达芬奇。在意大利，皮波迪和舍曼遇到了正在为蒙娜丽莎画像的达芬奇，然而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一直没有出现，搞得达芬奇愁眉不展。凭借着自己精准的推算，皮波迪制定了一个妙计。Is everyone amused? The data was so clear. Don't worry, Mr. Peabody, I No, got no, it. Sherman. 逗的蒙娜丽莎展露出了她那标志性的微笑，令达芬奇欣喜若狂。为了让时光机重新充电并返回现实，达芬奇伸出了援手，帮助皮波迪解决了难题。在充电过程中，佩妮邀请舍曼一起加入探险。虽然皮波迪并不愿意舍曼离开，但经过达芬奇的一番劝说，皮波迪终于同意了舍曼与佩妮一起去探险。在达芬奇家的楼上，舍曼和佩妮被各种奇妙的发明吸引，尤其是达芬奇的飞行器原型。受佩妮的鼓励，舍曼大胆地操控飞行器在城市中穿梭。尽管最终飞行器不幸毁坏，但达芬奇却兴奋不已，因为他的飞行器竟然真的飞了起来。充电完成后，皮波迪再次启动时光机，准备返回现代，却因舍曼的任性行为而忍不住责备他。就在这时，佩妮一不小心泄露了银汉鱼小姐可能会带走舍曼的事，令皮波迪的心情更加复杂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时光机突遭黑洞危机，皮波迪拼尽全力将其摆脱，但不料却被拖入了另一场新的冒险——特洛伊战争。被皮波迪责备的舍曼正在气头上，冲动地加入了阿伽门农的希腊军队。虽然皮波迪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参加这场战争，舍曼却执意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甚至与阿伽门农称兄道弟，一同进入特洛伊城。尽管皮波迪一路保护舍曼，但情况仍然危机四伏。佩妮却被困在失去控制的特洛伊木马中，皮波迪和舍曼紧急骑马前去营救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凭借皮波迪精准的判断，他们成功拯救了佩妮，并让特洛伊木马停在了悬崖边，化险为夷。就在皮波迪和舍曼慢悠悠准备离开特洛伊木马上时，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宁静。佩妮的裙子被钉子挂住，舍曼好心去帮忙，结果因重心不稳，木马从悬崖跌落。危急时刻，皮波迪奋力用木板将舍曼和佩妮弹离，却未能成功逃脱自己。舍曼和佩妮误以为皮波迪掉下悬崖丧命，悲痛欲绝。就在此时，舍曼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们可以回到佩妮刚到家时找到皮波迪，阻止悲剧发生。舍曼和佩妮没有顾忌时空重叠的风险，驾驶时光机回到了过去。回到原点后，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同时出现在家中。此时，皮波迪正在忙着应对这一切混乱，不巧碰上了银汉鱼小姐的调查。银汉鱼小姐坚持要带走舍曼，事态一触即发。就在这时，掉下悬崖的皮波迪也重新出现在家中，急于修复时间线。随着银汉鱼小姐触碰到过去的舍曼和现在的舍曼，时空悖论悄然浮现，时空出现崩塌。在这一切混乱中，强硬的银汉鱼小姐已然要带走舍曼，皮波迪一时焦急，竟在绝境中咬了他一口。银汉鱼小姐气得要报警，皮波迪立刻带着舍曼和佩妮再次登上时光机，决心修复时间线。然而受到时空塌陷的严重影响，城市的上空撕开了一道巨大的时光隧道，时光机无法穿越过去，最终摔落在现代的马路中央。更糟的是，许多历史人物也意外出现在现实世界。银汉鱼小姐紧随其后，带着警车一路追赶，誓言要将皮波迪当作狗狗带走。正当警察准备给皮波迪戴上狗绳时，舍曼勇敢站出，义正言辞地为皮波迪辩护。他激动地告诉所有人，不该因为外表而忽视内在的品质。舍曼的勇气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他们纷纷表示支持皮波迪。可是银汉鱼小姐依然固执己见。就在局势僵持时，历史人物总统华盛顿突然出现，果断给予皮波迪特赦。为修复时空，皮波迪鼓励舍曼驾驶时光机加速穿越到未来几秒，最终时空开始恢复。而带着偏见的银汉鱼小姐则被阿伽门农带回了过去。天才眼睛狗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冒险，更深刻展现了皮波迪对舍曼那份无私而深沉的父爱。
每一次时空的穿梭，都见证了舍曼成长的脚步和两人之间坚定的亲情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奇幻冒险与温情满满的故事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电影。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，我们下期继续为你分享更多精彩影片。